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我們來拆解一個非常精彩的歷史 playbook。你想象一下，當一個群體面臨排擠跟仇恨的時候，最有效的反擊策略，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築起高牆，反而是加倍的融入，去證明自己就是我們的一份子。聽起來有點反直覺，對吧？但這就是20世紀中期伊朗猶太社群所採取的一套可以說是非常高明的生存策略。今天的分析我們會分成6個部分。首先，我們會先回顧一下他們在伊朗悠久的歷史根基，接着來看看二戰之後出現的新型威脅是什麼，再來就是他們如何巧妙的反擊，並且我們會深入拆解他們策略的4大支柱。當然，我們也會處理最棘手的以色列問題。最後，從這整段歷史當中提煉出到今天我們都還能應用的教訓。好，那我們就從第一部分開始，一個古老的存在。要理解他們後來的策略，我们就必須先建立一個核心認知：伊朗的猶太社群，他們不是外來者，他們根本就是伊朗歷史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這個數字2700年真的非常驚人。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他們的歷史可以一路追溯到西元前8世紀的亞述帝國時期，比很多我們現在熟知的古文明都還要早。換句話說，當波斯帝國這個概念都還在萌芽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從這個時間線，我們可以快速看到他們經歷的起起伏伏。從西元前6世紀，在居魯士大帝的治理下，迎來了繁榮期；到19世紀，又面臨各種社會上的歧視跟邊緣化；再到1900年，現代化的學校開始建立，這才開啟了他們融入現代社會的一個新篇章。他們可以說是看盡了帝國的興衰，也經歷了自身的困境與重生。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時間快轉到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時候，伊朗的猶太社群面臨的已經不再是過去這種傳統的基於宗教的偏見了，而是一種更危險、更有系統、更具意識形態的新型威脅。這兩者的差別非常關鍵。傳統的偏見比較是地方性的，可能是基於宗教理由的一些零星限制，比方說某些市集你不准開店，或者下雨天你不准走在某些街上，因為怕你不潔。但二戰之後，從歐洲傳進來的新型反猶主義是全國性的，是政治性的，甚至是基於一套所謂的種族理論。像當時有個叫做泛伊朗主義黨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就開始大力宣揚一套全新的排外論述。這句話可以說是完美體現了這個新威脅的核心。他們把猶太人直接描繪成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是國家的第5縱隊。而且他們直接否定猶太人的伊朗人身份。你注意哦，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歧視了，這是一種企圖從國族的定義裡面把他們整個群體徹底抹除的政治鬥爭。那面對這種生存等級的威脅，他們的回應可以說是非常高明。他們選擇不硬碰硬，反而像是打一場政治柔道，順着當時伊朗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把自己更深、更緊密地嵌入到整個國家的敘事裡面。而他們選擇的主要武器是一份立場親近共產黨的報紙。這份報紙的名字叫做 Bani Adam， 這個詞在波斯語裡的意思是亞當的後代，也就是人類的意思。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宣言。他引用了13世紀波斯最偉大的詩人薩迪的一首名詩。這首詩的核心精神就是人類一體，四海皆兄弟。用這個名字，等於是在向所有的伊朗人喊話：我們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當然也都是偉大伊朗國族的一份子。這就引發了下一個思考：那他們具體是怎麼做的呢？接下來我們就來拆解他們透過這份報紙所執行的愛國者反擊策略。這套 playbook 可以歸納為4大支柱。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做個筆記。這4大支柱分別是：第一，積極參與全國性的鬥爭，比方說，當時伊朗正在跟英國爭奪石油主權，搞石油國有化運動，他們就大聲疾呼支持。第二，擁抱共同的國家文化，像是過波斯新年，他們比誰都還投入。第三，直接訴諸國家利益。他們的論述是分裂對整個伊朗有害無益，團結才能讓國家強大。
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他們要求的是作為伊朗公民的平等權利，而不是作為一個少數族裔的特殊待遇。你看，每一個步驟都是為了直接瓦解那些反猶主義者想把他們描繪成外人的論述。不過，這個策略馬上就面臨了一個可以說是終極考驗的大魔王——以色列建國。這件事情對全世界所有海外的猶太社群來說，都是一個關於國家忠誠度的超級難題。你想想看，在當時那個高度政治化的氛圍裡面，他們要怎麼去處理對以色列的態度，才不會落入心向外國的指控，同時又能維持自己作為伊朗人的身份認同呢？這真的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哦。他們的立場展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他們公開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論述的角度非常特別。他們把以色列定位成一個跟伊朗一樣正在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中東戰友，但與此同時，他們又非常堅定地主張，伊朗猶太人的家就在伊朗，以色列不是他們應該移民的目的地。這種可以稱為非西安主義的立場，可以說是一石二鳥，既巧妙地化解了你們應該滾回以色列這種排外言論，又同時展現了他們優先忠於伊朗的鮮明態度。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這個精彩的歷史案例，對於我們今天該如何應對社會上的分裂對立，其實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啟示。這個愛國者 Playbook 的關鍵心法可以歸納成幾個重點：第一，把你自己社群的身份認同深深地植入到整個國家的歷史故事裡；第二，積極而且公開地去參與主流的國家議題，不要置身事外；第三，把保障少數群體的權利論述成一件對整個國家都有利的好事；第四，透過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去建立連結，搭建橋樑。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理直氣壯地主張我們就屬於這裡，堅決拒絕被貼上任何外人的標籤。最後，這也留給我們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一個越來越分裂的世界裡，最有力量的一種反抗，會不會就是堅持去建立一個更大、更包容的我們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看到了一個少數群體如何拒絕被別人定義為他者，反而透過一套非常精巧的愛國者 Playbook， 將自己更深地植入國家的命脈之中。他們證明了身份認同從來都不是零和遊戲，真正的歸屬感是來自於共同的奮鬥與文化連結。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在面對分裂時最需要的一種智慧，努力擴大我們的邊界，而不是忙着築起高牆。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